来吧，新玩具 MD002的赛博魅魔，我一直还说这家的2号到底是啥，结果呢，突然之间给你插出来一个拼装版。之前的01和03都是成品的玩具啊，这回的拼装版，也是分了2个盒子来出，精图版和普通版。我们来看一下版件有什么区别。说明书这2份其实都是一样的，哇，密密麻麻的这种感觉。倒也好啊，还是彩色的嘞。这2套最大的区别，精图版会上一层漆，所以会呈现出来偏粉色的效果。而这个普通版呢，是直接注塑出来的，偏肉色一点点。翅膀的粉色部分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上了漆以后，粉色会更加的艳丽啊。注塑的这个实色呢，颜色是偏暗一点的，但是都有上预涂装。透明零件用肉眼看起来区别不是很大，白色板件的对比最为明显啊。精图版本是那种油亮的感觉，而普通色呢是这种磨砂表面的处理，哑光面。手指的锐度，这个开模的精度相当不错了啊。所以呢，上了这一道漆，现在我也是有一点担心，精图版如果在拼装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那种插扣会变紧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把2套都拼一下，看一下最后的完成效果。然后来看一下拼装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精图版本因为整个零件都上了一道漆，所以这些轴会显得很紧，在扣合的时候啊，一些卡扣往里插会很生涩，所以呢，有一些地方需要自己打磨，稍微的削一削，扣的时候得大力金刚指。普通版本这个倒是扣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这个模具精准度是没有问题的，很舒适的就扣上去了。然后说明书有一处错误的地方，这个零件是 E29 号啊，它把9和112个号写错了。再有，大家拼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下 E216 这个零件，在板件的这个位置。本身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穿轴，但是呢，这一个帽它没有打透。也就是说是半开阔型的，没有钻透的情况，就意味着你这个轴无法插到底。安装脚踝的时候呢，这一块没有插到底，这个空间是下不去的，这一块会顶着。虽然说你如果这个样子强行挤进去的话，也可以组装起来，但这个地方的受力位置就发生了改变。第一个会把这个零件撑白，因为这套模具在轴的根部这里其实都有一个锁边，你得把它套到底。这个地方才能扣合的严实，也是为了防止脱开。但孔位如果没有打透，这一块是钻不过来的，卡不到底，所以这一块顶着会很难受。不过这个东西对于拼装模型玩家来说就不叫事儿了啊！你手边有什锦锉或者手钻这种东西，把这个孔给它钻开。在钻眼的过程中也是多打磨多测试，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的孔开得太大了，不然你咬上去以后就没有撑的力度了。好，现在把这个零件打好孔以后扣上来，这一块就整个的钻过来了。这一回把这个扣子扣到脚踝的位置，凹孔这个弧线就刚刚好嵌合进去，没问题了。所以这一块我感觉应该还是模具上边的这个公模的桩子啊，有一点短了，希望也是后续在生产的过程中把这一块修改一下，让这个眼儿打透，哎，这个时候装起来脚踝才没问题。这套阿尔西的这个贴纸是相当小的，不过我感觉这回 MD 的这个贴纸质量还可以啊，它是塑料的胶贴，而且像这么细小的贴纸，最考验的就是胶的粘性了。我感觉这一回做的这个胶还不错啊，贴上去以后很紧实，不会轻易的掉下来。再加上本身塑料胶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好，贴上去以后很结实。那么这2只号称赛博坦魅魔的阿尔西我们就拼装完成了。整体拼下来的感受啊，普通版这个扣合非常的舒适啊，模具的精度了，包括在板件上面的一些细节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零件的锐度、身上的刻线，还有卡扣的这些松紧程度，其实都是非常舒适的，包括关节的一些阻尼还不错。
精途版本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全身的零件都上了一道漆，所以漆面的厚度导致了它扣合的时候需要大力金刚指，还有一些关节的阻尼以及轴的松紧力度是明显要比普通版本紧上一些的，所以你在扣合的时候，如果发现扣不进去，不要强行塞，给那些桩子了轴稍微的打磨一下，把那层漆皮磨掉了，扣合起来就很舒适了。透明零件的通透感很不错，并没有出现什么气泡了、裂痕的现象，包括这一次的板件上边水口的控制也可以吧，并不是做的特别粗啊，剪下来以后稍微的削一削就会很干净。而且整个的扣合部位再加上贴纸的一个精度，对于一款几十块钱的拼装玩具来说，这个素质已经非常的高了。这也是这一款风雷 R 系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现在市面上面好像也有2到3家 KO 厂子在翻这个风雷的 R 系，但相对来说啊，我觉得 MD002 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小屁股，枪这里也是一层一层套下来的，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切换，包括整体的一个抱甲、关节的阻尼舒适度。普通版非常的舒适啊。2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普通版是塑料的原色，所以这个配色的质感方面来说，会有一种哑光的感觉。精途版因为所有的零件都上了漆，所以表面看起来是那种亮亮的、油光的感觉。油腻的丝节，主要还是来看这个头雕的刻画，感觉做的还行。也是因为上面上了漆，所以相对来说精途版会显得脸更加的油亮一些，很腻。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这个普通版的脸啊。余下的配件就是2个替换手型和1个护目镜了。其实整体拼装下来的感觉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全部的板件拼完，流道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多余的零件，而且在板件的序号分布上边，这个也是做的挺好的。按照图纸的拼装顺序，每一个板件上边的零件其实会很快的清光，而不是像之前做一些拼装的模型，你要反复的拿起来不同的板件去寻找零件。所以零件的序号分布给我感觉也是在做拼装玩具的玩家手上一个很好的体验感。那么总的来说吧，产品的素质觉得还是不错的，完全对得起售价。而且风雷模型的这款 R 系可以说是相当受欢迎了，做的确实漂亮，小屁股圆润，身材纤瘦，再加上身上的一些点缀细节和整体的一个老色批画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啊，确实在市场上面也是供不应求。风雷模型就算再版了好几次，市场上面对于这个模型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很多的玩家喜欢用这款 R 系去重涂改造，或者说自递一些其他的角色，底子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一次各种 KO 版本的出来，尤其 MD002 在其中的素质，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的，这样就更适合玩家们自涂和 DIY， 而且更推荐这一款更加便宜的普通配色。你的漆面将来以后肯定是要自己重喷的，而且几十块钱你就算喷崩了或者做坏了，完全都不心疼。所以 MD002的这一套 R 系也印证了那句话，有需求就有市场。不过刚才我们也是发现了说明书的一处错误，还有在零件的注塑上面的一个圈没有打透，这个希望在后续的版本里边把模具修复一下。再一个啊，其实这个模具已经开了，后续会不会出一些其他异色的版本，底子直接给你用注塑的零件注塑出来，比如说蓝色的 TFP 配色啦，还有黑灰色的那款版本，应该也是挺受欢迎的。再有啊，因为做拼装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时间，也不是每个玩家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每一个水口慢慢的削，所以呢，还是模具已经开了，能不能把它做成成品的，下半盘加一些合金，中间的关节轴的位置换成合金的零件，又或者说把它放大到配 MP 的身高，配 DL 叉的身高，也就是想想，目前想一想。那么得嘞，这一套 MD002 的R 系就是这样了。